实是需要。刚才给你们看那个小孩子的坐姿嘛，小孩子的坐姿，你们有注意到他的腰吗？啊？再给你们看看。踏腰。你们来看，他这样做，你们觉得这个有什么特色吗？胸腔是一个部位，腹腔是另外一个部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胸腔的重量很重，腹腔当然也不轻，可是胸腔更重，因为里面不但有骨头，有肋骨啊，有脏器，很多的脏器都在胸腔里面，所以胸腔很重。你看它的胸腔的重量是在哪边放着？腰是哪边？对，我这个要注意哈，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啊。当我们讲腰的时候，因为中国人讲的腰啊，它不是同一个部位啊。比方讲，你穿裤子，你扎腰带，你扎腰带，那个叫做腰带。可是它指的腰是哪里？是这一圈，是腰，是吧？然后你如果你去买菜，你要吃，我买一个腰子，那个腰是指的肾脏 ，kidney 又叫做腰，也叫做腰。另外腰是哪边？我们讲的腰眼。啊，另外一个腰是什么？另外一个腰是。我们讲闪到腰了，是这以下是这个腰肌的这个地方叫腰啊。然后我们讲的腰眼是在哪？有的人把腰眼放在肾脏的中央位置，叫做腰眼啊。或者把两肾之间在我们来讲，我们叫做命。我们讲的命门是两肾之间，叫做命门。腰眼在哪里？腰眼在肾脏的上端，横膈膜的下面，肾脏的上端。啊？命门是在两肾的中间。它在肚脐的正后。不是。不是，你的肚脐有那么高吗？对啊，正后方是腰的肾脏的下端，哎，所以很多人确实说，谢谢，说命门是肚脐的后方，可是肚脐的后方，你过来太低。它在肾脏的下面了，所以在我们讲的命门不是，我们讲的命门是在两肾之间，我讲过，我们叫做肾间动气的地方。肾间动气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把两个肾脏看成是电池的正极跟负极，左为阳，右为阴。所以肾脏另外一个功能，肾脏是主的什么？主的是先天之气。先天之气就是在我们出生以前进入到我们身体的那个能量，
它的初始点是在两肾之间的命门处。所以那个两肾之间，它们之间阴阳之间，肾脏左肾跟右肾之间的那种吸引的互动，产生出来的那个，你把它看成是那个电池相对产生出来的那个火花，好了，那个东西我们叫做肾间动气，就保持住那个能量，就保持住肾间动气。但是我们一般因为姿势的不正确，因为肾脏在身体里面的摆放方式啊是这样子的，它的支持点是在这边，所以肾脏在身体里面的活动啊，它可以做什么活动？我们叫做浮沉，它属水嘛，它可以做出浮沉，浮跟沉。它浮的时候呢，它不稳定。它稳定是在沉的时候，啊，那浮是什么状态下是浮的？就是我们弓腰驼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浮的。什么时候是沉的？因为它在水里面，它自然会什么？自然会浮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一个在水里的摆在水里的东西，它的自然会浮。那我们怎么让它能够稳定不浮？就是从上面来限制住它浮。它的上面就是命门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胸椎的姿态啊，这个姿态，你们看它是在这边的，它的胸椎下来的，你们看它的横膈膜横过来上去的那个地方，有一个阴影处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身体好了，你的身体可以看的，像这样子就没有塌到腰，这样就没有塌到腰，它的重量是这样，你看它有一点向后仰，所以它这个的重量到哪边去？这样，这个地方就没有塌下来，应该在哪边？应该在这边，应该在这边。那这里的力量是什么？是从上方下来的。上方是什么？上方是胸腔的重量，所以他要把这边松掉，这个腰松掉，不要去抓住胸腔，松掉以后让它自然落下，让胸腔自然落下，自然落下就像它这样子。你自然落下的时候，它的重量在这边。在这里，这个叫做踏腰。踏是什么？跟沉肩坠肘一样，是上往下的力，上往下的力。这个房子塌了，是上往下的力，晓得吗？桌子塌了是上往下的力，那个山塌了，上往下的力。那个塌是一个上往下的力，上往下从哪来？胸腔来。听不懂？所以胸腔的重量放在腰眼，放在腰眼的时候呢，上面盖住，就是限制那个肾脏啊，不要浮起来。肾脏不浮起来的时候，它们之间的肾间动气，好，谢谢。两个肾脏稳定的时候，它们之间的那个阴阳之间的那个肾间动气就稳定。肾脏不稳定的时候，那个阴阳始终没有办法对准，肾间动气就很难成立。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？就是你们疲劳的时候，你把肩膀转一下，把横膈膜把那个肩胛骨往下一压，感觉到后面横膈膜之下是不是有一个压力？这时候你的精神就好了。你如果把这边松掉，你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的精神又下去了。
有体会到吗？有体会到吗？老师刚刚的动作可以说什么？啊？你刚刚说你的肩膀转一下，然后对，它可以帮助，但是自然的塌腰是什么？自然塌腰是你把腰的肌肉，因为我上次说嘛，我们站立起来本来身体是不平衡的，是前面重后面轻嘛，所以我们站起来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往前，应该是自然有一个力量把我们往前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站立啊，我们不能一直往前啊，所以要有方法让它稳定住。其中一个方法我们用的是什么？就是用腰肌把胸腔拉住它，不要它往前滑动。你看我这个胸腔如果一放下来，我把后面腰肌一松掉的时候，我的身体自然是什么？自然是这个形态，自然是这个形态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有一种是，比方你当兵立正是什么？立正是用腰肌把这个胸腔抓住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是驼背把这个胸腔的重量往后拉，保持到我们可以稳定的站立。那塌腰是什么？塌腰就是把那个抓住的肌肉放掉，让胸腔自然落下来，它就落在腰眼上面。那你要体会的话，就是你把这个肩胛骨，把这个肩膀往后一转到肩胛骨去，然后从肩胛骨往下，你会感觉到那个肾脏的上面啊，我讲的这个横膈膜下面，它被什么？它被压，其实你感觉到它是松开了，有体会吗？你看你这样子一往下，肩胛骨往下一沉，你的人正，那个肾脏上面那个地方，你感觉到松了，你的胸腔的重量从后面啊，自然的落到肾脏的上面，有体会吗？啊？我感受不太到。你拿着，你来，你背给我，你站一个弓步，这样子啊，前腿弯曲，好，他现在站是这样子，你们看哈，他现在站胸腔的部分，胸腔的部位有一些往后，是吧？所以它的凹陷处是在这边。好，我现在帮你调哈，你往前弯，松的往前弯，好，松掉，好，起来，慢慢起来，走，起来。好，到这边。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胸腔是在这边？对，就是这个点。好，你深呼吸，吐往下落，是不是在这边？就是这样子。哦 ，OK， 就是这个。所以你转换了，从这边，你的压力从这边转换到这边。OK。那你这边原来的压力是什么？原来是曲折的力，曲折，对，这个是曲折嘛。可是当你到这边的时候，它不是曲折，它是上往下。上往下的力，我讲过嘛，力量一定要循着什么骨骼结构走。所以上往下的力刚好符合，顺着这个骨骼结构下来。如果是弯曲的，这个力量的方向跟骨骼结构的方向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压力就会在少数几个关节上面。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构。这样不懂？所以你要自己可以松掉这起来，你慢慢起来，吸气到这边，好，吐气，感觉这边很舒服，感觉这边会很舒服，就在这边。OK。所以你要自然可以一落的时候，像走掌的时候，
自然一下来，哇，后面你看就这样子下来，就这样子了。所以你有这个就不会后仰王，后仰王，就不会这样子了。因为这样子的时候表示什么？表示你的身体上到下的那个重量的落点是错的。你如果是起来的，你的落点是对的，好，你看，自然落下，你自然胸腔是在前面的，听不懂？啊，你腰落对了，你就不会歪，你不会仰，啊，也不会弓，就是这个，哈，落。胸腔老化，胸椎老化，所以现在在不断的训练它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用比较很好正确的姿势走掌。没死以前都有机会，没错，驼背放到棺材里都很难放，是的。现在都不放棺材，都直接火化，都不放，反正我们对自己的调整啊，只要还活着，都有机会，啊。可是那要跟静坐的时候那个姿势一样。所以静坐啊，很多人曾经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，请我去教这个。他们有2种姿态嘛，一种是跪嘛，是不是？一种是跪在一个那个椅子上面嘛，第二个是盘。但是他们这2个动作都没用到胯，都是在腰。所以当他们坐下去的时候啊，上身就不是垂直落下了，所以他们要用腰去抓住身体，用腰去抓住身体，所以坐一阵子就很累。所以当我们在盘坐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盘坐的时候，把这个胯收进来，你看胯一收进来，我不是说就有个力量往上吗？这时候你的身体就是正的，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用力量去抓住身体了，你的身体就是正的。你刚才在做这个，你有感觉到，当我的腰一塌下来的时候，身体就是正的。这是上胸腔，所以胸腔落到腰，我讲的腰是腰眼的部位的腰，胸腔落到腰。腹腔落到胯，这2个要中间下落的中间要有一个过渡的承接。这时候你落下来是垂直落下来的时候，他们相互支持，就比较省力，就不会用到多余的力量。你不能相互支持，什么叫做不能相互支持？就讲的你如果弯曲了。你的脊椎就不能一节一节相抵，脊椎可以一节一节相抵，它就是在相互支持，每一节分担一点重量。如果是这种的时候呢，就是少数几节在分担那个重量，久了它酸了你用肌肉又要紧，是不是？所以最自然的姿态是什么？给你们看那些照片嘛。最自然的姿态，他们就是放松了以后，小孩子放松了以后做出来的那个稳定，那个就是对的。就你可以在这边站着，你们试试看，在这边站着，脚与肩宽，你从下往上去检查每一个关节，先检查脚底。脚底没有紧张，重量平均分配在脚底，然后检查脚踝的重量也没有偏内，也没有偏外，没有偏前，没有偏后，在中央，你的肌肉不用力，它正的。然后再检查膝关节会比较晃动，那你也是检查膝关节，没有内，没有外。不会往后顶，
也没有往前跪，正的，就是大腿骨跟小腿骨自然的这样子住着。这个时候肌肉不用力的状态下，你可以这样子。这个时候你的膝关节位置就是对的。用同样的方式检查你的胯关节，臀肌没用力，大腿肌没用力，都放掉。这个最不稳定的关节，可以在没有肌肉的支持下，它可以放定。这个时候的位置就是对的。啊，再往上，腰椎的部分、胸椎的部分，每一个都一样，每一个骨节，你可以不需要用肌肉去帮助它，啊，维持在正确位置，它能够站立。你的身体可以在完全不用力的状态下，可以自然站立，这个姿势就是对的。所有要用肌肉去辅助做补偿的动作，不能说是错的，就是说它不是在一个骨骼正当的一个情况下